路线啊。一二，哦，这个方向。先砍这个。用力。对。我觉得纤维媒材它就是非常的多元，然后它的可变性更高。你想要再去应变，你因为了解了，想要去突破它，它可以发展的方向其实更广更多，所以我觉得它是更有趣的。那纤维它又回应到每个人的生活一定有纤维，所以你再放广去看，它其实回应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他们的纤维跟编织跟布料其实都有不同的特性跟风格，很多的故事。那我觉得这是让我着迷的地方，就有太多可以去探索跟发掘。把它放上来，它套在上面。那时候来的时候，知道布农族的文化里面有这个用羊角制作成工具，然后制作网袋的这个文化。那因为之前就知道，一直很想学，就请教金家妈。你要往这边挤，这样挤，你的木才会一样的，四四方方的。不管是哪一个族群，传统的文化，他们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他们都不会浪费。所以像猎人捕了羊之后，羊肉吃掉了，那羊骨啊、羊角的这个部分，他们就把它变成了工具。你做的好不好，它就会影响工具好不好用，它就可以来编制这个网袋。所以它是完全跟环境、还有生命跟生活状态是连接在一起的。他们也用弓织的这个技法去织出一个条状、带状的这个织带，那它其实就可以连接到网袋或者藤篮本身，它可以作为背那个背篓的一个头带。那延伸到织女的部分，它其实就可以是织布的时候绑在腰部的这个腰带。在整个展场里，它其实不单单只是图像的呈现，我还整理了他们的文献跟故事。后来就有了这样的构想，从山、从羊，然后从在地居民们他们生活中的物件，那这些物件其实它都会有时间使用下来留下来的痕迹。跟不管是破损或者它有一些手的过程、制作的过程，它其实都是一个记录。从拓印的方式去把这些物件跟山、跟历史、跟生活串联起来。他们其实，在男性无袖长衣上面会有一些织纹，那其中的这个羊蹄纹的部分就特别吸引我的兴趣。那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条状的纹样，然后上下或者只有一端有一个黑点，那它其实是象征就是羊在山壁上行走非常的矫健。我就是因为听到这样的故事，有了这样的灵感。其实它传达的不只是羊跟山的关系，它其实也像是人跟自然如何去达到一个平衡。我身为一个外人，我进到部落，
首先就是他们有开放的心，愿意跟我分享。那我也在吸取了这些资讯跟文化之后，我如何再跟他们互动，然后回应到他们的生活之中。旅行一直是我最感兴趣的主题。那旅行，当你去到不同地方，它就是延伸出不同的记忆。那当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那你去做田野调查，你在当地的生活经验，你接触到的人事物，然后甚至展出的环境地点，它相对的就会不断的跟一开始的想法跟概念去碰撞，然后一直产生不同的方向跟可以研究的主题。棉花研究计划目前就是发展的比较完整，因为去到的地点就是跟棉的连接比较多。那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棉花它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媒材。那时候去印度参加环境艺术季，那环境艺术季本身是在古吉拉特邦，那也就是甘地的故乡。一开始在印度的时候，就是看到甘地在狱中再次发明那台提西式纺纱机，他倡导我们自己种的棉花必须要可以自己放捻成棉线，然后织成布，然后穿衣服可以使用，而不是把材料运到英国，然后又要透过我们买不起的价位去把我们自己生产的材料买回来。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它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所有的棉花研究计划就是从那个纺纱机出发。后来我引用了纺捻了这件事，在我整个计划里贯穿不同的部分。后来第二章就是去到了英国，那它就是连接到英国工业革命，然后它也牵涉到工人啊，还有包括整个运输啊、运河啊、煤矿啊之间的关系。我的母亲也是过去在手工编织非常盛行的这个年代的一个参与者，所以她很会制作这些棒针、钩针的毛线织物。其实在台湾很多人的生活里都有共同的生活记忆。刚开始1、2岁还没有小孩的时候，我就勾家里的桌垫啊，那些装饰啊。后来他们渐渐长大，我就勾。像那些衣服，几乎都5、6岁开始，几乎都是妈妈做的衣服。因为有一次我带他们2个去学钢琴回来，就路边有个太太就说：“哎呦，妹妹这个衣服这么漂亮，2个都穿一样，在马路上很显眼。”她说：“这个是我妈妈自己做的。”印象就是小时候只要穿毛线衣都是妈妈织的，都不会是外面买的。这个应该读国小以上了。这件我记得啊，这个图案是她自己挑选的，还可以穿的。你小时候2个在街上，这样2个很显眼。好像小时候有被叫过小红帽啊。学校有那个市集，我看他卖他们自己手缝的那些包包啊，天哪，就全部用手在那边一针一针在那边缝。我想说，那种如果有一台缝纫机，一下就缝好了，比较不会那么累。编织这件事要克服的就是记忆，因为技术很多元，
那它往往是需要时间去练习跟熟成，所以通常我不会设限说现在一定只能做什么样的计划。所以譬如有棉花研究计划，也有蚕丝研究计划，也有麻纤研究计划。这件作品主要是在台三线上的苗栗新竹一带，那跟过去的养蚕业有关，所以也跟苗栗的蚕宝宝农场有做一个合作，然后到时候会带领很多朋友们一起共创。如果我们讲台湾的养蚕业，其实它有很大的部分是因为台湾的气候，所以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就是推展台湾农业、日本工业，所以在台湾大量的种植桑树，然后养殖蚕宝宝。所以在这一个作品里面，我选用了一些是日本的和服布料，然后蚕丝布。有不同类型的蚕丝线，然后当然也结合了一些像是比较工业生产的塑料。它其实是随着时间的改变，台湾的经济跟生产这些媒材都会影响整个产业跟生态，所以我集结了很多不同的媒材跟技法，然后有丝布，然后扎染去创造出这些质感跟肌理。这是一个像是桑叶一个弯曲的叶片的样貌，那这一个是以黑色深色为主，所以上面其实就很像是我们的山林啊等高线不同的那个地理的起伏，但是也很像叶脉，也很像生命的经络，所以有不同的肌理跟质感。关于麻豆大地艺术季的这个泥毯的作品啊，我收集了非常多的菱角壳，然后收集他们废弃的这些农废材料，然后把它们碳化成碳，然后再变成可以铺设泥毯的这个媒材。然后同时后面有一大片的桃花心木林。他们给我的联想就是桃花心木果实落下来，其实它就是一个旋转的状态，那它果壳打开来，里面的果实就是会飞出去，才可以散播生命。那果实旋转的过程就对我来说就很像纺锤在纺线的过程那个旋转的状态。纤维编织的技法，它往往不是只在于编织的这个部分，它其实还涉及到材料的取得跟前置的作业。为了学习这个技法跟文化，你其实是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样貌。那我觉得这是在学习整个这个制作流程里面，就是非常有趣跟珍贵的。